各位朋友，今晚咱们聊一个职场里最让人唏嘘的顶级打工人。论打仗，他是神明；论政治，他是巨婴。他没死在战场上，死在了一群女人和太监的竹签下。他曾是淮阴街头从屠夫胯下爬过的无名之辈，也是被赞誉为国士无双的兵仙。他就是韩信。为什么我们今天还值得听他的故事？因为他的悲剧就是能干的人为何死得最惨的终极答案。想象一下，秦朝末年的淮阴城，那是一个死板的耕战社会，老百姓要么种地，要么当兵砍人头，不种地也不当兵，你就是街溜子，是蛀虫。20出头的韩信就是淮阴街头最扎眼的那条蛀虫。他长得高大，面黄肌瘦，颧骨高耸，长期营养不良，身上的麻布衣服洗得发白，打着补丁。可他身上挂着一把长剑，剑是贵族身份的象征。普通老百姓种地用不着佩剑，韩信家里穷得连锅都揭不开。他母亲死了都没钱买墓地，只能葬在一片荒野上。但他死活不愿意把那把破剑当了换粮食。他天天背着剑在街头晃悠，不去种地，觉得那是下等人的事，不会做生意，拉不下脸讨价还价。淮阴老百姓看他的眼神充满了嘲笑。快看，那个叫韩信的傻子又来了。但这种白眼，韩信假装不在乎，他脑子里每天推演的是100万大军的排兵布阵，是山川河流的战略攻防。他觉得自己是天选之人，是9天之上的神龙。可是神龙也得吃饭啊，饿得实在受不了了。他去蹭饭，蹭饭的对象是南昌一个亭长，全淮阴唯一愿意搭理他的人。亭长觉得这小伙子肚子里有点墨水，允许他来吃饭。韩信这人真不懂人情世故，人家客气一下，他当真了。不仅去蹭饭，连着几个月，天天一到饭点儿就准时坐在人家饭桌旁。各位朋友，就算是亲戚，天天来白吃白喝几个月，谁受得了？亭长老婆受不了了。他没有破口大骂，用了一种比骂人更伤人的方式。这一天早上天没亮，他就早早把饭做好，端到床上，一家人躲在被窝里吃了个干干净净。天大亮后，韩信像往常一样背着长剑，饿着肚子走进院子，坐到那个他坐了几个月的位置上等开饭。厨房没有生火，屋子静悄悄的。亭长老婆走出来，冷冷看了他一眼，一句话没说，开始收拾那些被舔得干干净净的空碗。空气凝固了。韩信看着那些空碗，那颗被长剑和骄傲死死包裹着的自尊心被这几个空碗砸得粉碎。他没有问为什么，没有发脾气掀桌子，他猛地站起来，感到前所未有的羞辱。这不仅仅是给不给饭吃，这是用打发叫花子的方式打发一条赖皮狗。他咬着牙，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再也没有踏进那个院子半步。史书上用了4个字：绝怒尽绝。去不去亭长家了，但肚子还在叫。韩信背着剑，饿得头晕眼花，溜达到城外河边找根竹竿钓鱼。钓鱼需要技术，也需要运气。老天爷并不打算给他哪怕一条小鱼竿。他坐在河边，肚子叫得比河水流动的声音还大，饿得眼冒金星，握鱼竿的手都在发抖。
就在这时候，河边来了一群洗衣服的大娘，其中一个老大娘注意到了旁边那个摇摇欲坠的高大青年，心里生出了一丝怜悯。中午吃饭时，这位素不相识的老大娘从自己饭盒里分出一块干粮，走到韩信身边递给他。韩信愣住了，狼吞虎咽塞进嘴里。从那以后，一连几十天，只要这位老大娘来河边洗衣服，就把自己的饭分给她一半。几十天啊，一个素不相识的底层劳动妇女，用自己嘴里省下来的粮食，硬是把这位大汉未来的开国大将从饿死的边缘拉了回来。韩信吃着老人的饭，心里五味杂陈，有感激，更有深深的屈辱。有一天，他吃完饭，看着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漂母，他那脆弱的自尊心又开始作祟了。他必须说点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食的废物。他站起身，对着漂母深施一礼，用一种极其郑重骄傲的语气说：“阿婆，您对我的大恩大德，我韩信记下了。将来等我发达了，我一定用千金重重报答您。”他以为老太太听了会很高兴，但他错了。漂母停下手里活，看着眼前这个夸夸其谈的年轻人，非但没有高兴，反而生气了。他指着韩信的鼻子一顿毫不留情地痛骂：“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你一个7尺高的汉子，有手有脚，竟然不能自己养活自己。我看你长得像个没落的公子哥，可怜你快饿死了才给你口饭吃，谁指望你这种废物来报答我？”这番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抽在韩信脸上。漂母极其残忍地把韩信裹在身上的那层名为天选之子的遮羞布一把扯了下来。他赤裸裸地告诉他，在别人眼里，你不是什么怀才不遇的英雄，你就是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可怜虫。韩信呆呆站在河边，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反驳不出来。他低着头默默离开了。如果说亭长的冷眼和漂母的痛骂是针扎在韩信心上，那么接下来在淮阴闹市发生的事，就是直接把他的心掏出来扔在地上，用脚碾成了粉末。这是让韩信名留青史，一辈子无法洗刷的终极羞辱。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背着长剑走在最热闹的街市上，前面呼啦啦冲出来几个年轻人，挡住了去路。带头的是一个当地年轻屠夫，早就看韩信不顺眼了，凭什么大家都在辛辛苦苦干活？你个穷光蛋，天天背着把剑装大尾巴狼。屠夫双手抱胸，满脸冷笑。周围的商贩和路人一看有热闹，立刻围拢过来。屠夫当着全街人的面，指着韩信鼻子大声挑衅：“韩信，你个装模作样的软蛋，你长得这么高大，天天背着把剑，其实骨子里就是个怕死的怂包。”韩信停下脚步不说话，屠夫更加嚣张，猛地岔开双腿，像一座肉山一样挡在路中间，指着自己裤裆吼出了那句把人逼到死角的话：“你如果不怕死，有种就拔出你那把破剑刺我一剑；如果你怕死不敢刺，那你就乖乖从我的裤裆底下爬过去。”周围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哄笑声和口哨声，刺他，刺他，爬，快爬！时间在这一刻仿佛停止了，所有人的目光像针尖一样死死扎在韩信身上。韩信站在原地低着头，
一双深邃的眼睛死死盯着那个屠夫。史书上用了3个字：孰视之。这包含了极其复杂、极其惊心动魄的心理斗争。他的手慢慢摸到腰间的剑柄上，青筋在手背上暴起，骨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能拔剑吗？他太能了。对面只是个杀猪的无赖，只要他剑锋一吐，1秒钟就能让这个屠夫血溅当场。那是维护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但是拔剑之后呢？秦朝法律极其严酷，当街杀人必死无疑。如果为了维护一时之气杀了这个无赖，他韩信明天就会被抓住身首异处。我这具身体是用来统帅100万大军横扫天下的，我的命是用来改写历史的。我怎么能和一个杀猪的无赖同归于尽？韩信看着屠夫那张因为嚣张而扭曲的脸，握在剑柄上的手开始微微发抖。那是骄傲的灵魂和残酷的现实在进行极其惨烈的肉搏。终于，他的手一点点从剑柄上松开了。他闭上了眼睛，然后在这个喧闹的街市上，在数百双嘲弄的眼睛注视下，这个身高8尺的肮脏男儿，这个未来将把项羽逼到乌江自刎的盖世战神，缓缓弯下了膝盖。他双手撑在满是尘土和烂菜叶的泥地上，低下了那颗曾经自以为高贵的头颅，像一条狗一样趴在地上，从那个屠夫散发着恶臭的裤裆底下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整个淮阴集市先是死一般的寂静，紧接着爆发出了排山倒海般肆无忌惮的狂笑声。无数的唾沫和嘲笑像雨点一样砸在韩信的背上。韩信从屠夫背后爬出来，慢慢站起身。他没有拍打膝盖上的泥土，也没有去看那些笑得前仰后合的看客。他那张蜡黄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羞愧，连一丝情绪的波动都没有。他只是静静地转过身，背着那把依然没有出鞘的长剑，在全城人的哄笑声中，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那些嘲笑他的人以为踩碎了一个废物的脊梁，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在韩信弯下腰的那一刻，那个带着虚假骄傲的青年已经死了。从屠夫胯下爬起来的是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可以忍受世间一切屈辱，极度隐忍又极度渴望证明自己的恐怖怪物。这颗名为自卑与傲慢交织的种子已经在他心底深深扎下了根。从屠夫胯下爬起来之后，韩信在淮阴依然是个笑话，但天下已经不是那个死板的秦朝了。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像一道闪电劈开了阶级固化的铁门。机会来了。韩信没有犹豫，他知道在和平年代，他没背景，没钱，一辈子只能是个笑柄。但在乱世，他脑子里装的兵法就是最硬通货的筹码。他背起长剑离开了淮阴。去哪儿？他要找就找最强的。当时项梁和项羽叔侄在江东起兵，势如破竹，是反秦义军里最耀眼的队伍，跟着项家军准没错。韩信满怀着建功立业的雄心投奔了项梁，以为自己一到军营抛出几个阵法，项梁就会惊为天人，拜他为将。但这简直是痴人说梦。
当时的项家军以江东8000子弟兵为核心，全是跟着项家打天下的楚国旧贵族和草莽豪强，看重的是血统，是门第，是在战场上敢不敢拼命的狠劲儿。你一个面黄肌瘦，连饭都吃不起，还在老家钻过别人裤裆的穷酸书生，跑来指手画脚，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史书上记载只有冷冰冰的几个字，无所知名。他像一粒灰尘一样默默无闻，他郁闷，但是忍了。没过多久，项梁在定陶被章邯偷袭战死，楚军的实际控制权落到那个20多岁、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年轻统帅项羽手里。韩信觉得新老板总该有点新气象吧。项羽确实提拔了他，但提拔的职位却让韩信感到一种更深层的羞辱。项羽封他为郎中，听起来不错，但实际上是执戟郎中翻译成现代职场大白话，就是项羽中军大帐门口每天扛着长戟站岗放哨的高级保安。各位朋友能想象那个画面吗？项羽在大帐里面和范增、钟离昧那些人讨论怎么排兵布阵，韩信穿着铠甲，扛着沉重的长戟在外面吹冷风。他的脑子里飞速推演着项羽刚才的战略漏洞不对，从侧翼包抄太冒险了，秦军的弩阵会把我们射穿的，应该水攻或者断他们粮道。可是没人听他的，他只能眼巴巴地看着那些不如他懂兵法的人在里面高谈阔论。这对于一个极其自负的军事天才来说，简直比杀了他还难受。但他没有放弃。史书上明确记载，数以侧干项羽，他很多次把战略建议写成奏折报告给项羽。每一次当他鼓起勇气递上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建议时，项羽的反应只有3个字：语，不用。项羽根本不看，即使看了也当成了废纸。为什么？项羽是楚国顶级贵族的后裔，生来就是带着光环的战神。他打仗靠的是绝对的个人武力和无可匹敌的气势，靠的是破釜沉舟、冲锋陷阵。在项羽这种极致的英雄主义眼里，韩信那种讲究地形、讲究算计的技术流根本就是些上不得台面的奇技淫巧。更何况项羽极其看重出身和胆气，你在老家连饭都吃不上，还钻过屠夫的裤裆，连跟个杀猪的拼命的胆子都没有，还跑来教我怎么打仗。在项羽的逻辑里，你不配教我做事，你只配站岗。韩信那一次次满怀希望的献策像石沉大海。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男人的光环下，自己这辈子都只能是个扛着长戟的看门狗，永远不可能得到统帅千军万马的印信。公元前206年，鸿门宴之后，项羽自封为西楚霸王，把最早入关中、最有资格当关中王的刘邦，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发配到了偏远闭塞的巴蜀汉中，封为汉王。全天下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被边缘化的汉王身上。而在楚军大营里，那个扛着长戟的保安韩信却在暗中冷冷观察着这一切。他看着项羽分封布攻的布局，心里想，项羽虽然勇猛，但在政治上简直是个瞎子，楚国长不了。而那个刘邦虽然像个流氓，但能屈能伸，手底下那帮人个个是人精。更重要的是，他被发配到汉中，正是极度缺人、极度渴望翻盘的时候，跟着项羽，
我永远是个站岗的。跟着刘邦，也许我能成为他翻盘的最后一张底牌。韩信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最果断的一次跳槽决定。一天深夜，楚营里一片寂静。韩信脱下那件象征着执戟郎中的铠甲，整整齐齐放在铺盖上，拿起了那把从淮阴一直带在身边的长剑。这把剑见证了他钻过屠夫的裤裆，也见证了他在项羽帐外的怀才不遇。现在，他终于要出鞘了。韩信趁着夜色偷偷溜出楚军大营，没有回头看一眼，像幽灵一样汇入四散逃亡的人流，去南边那个被称为绝地的巴蜀深山寻找刘邦。经过长途跋涉，吃尽了苦头，韩信终于来到汉军大营。他以为这颗蒙尘的明珠终于要大放异彩了，想象着刘邦看到他这个从项羽阵营逃过来的军事天才时欣喜若狂的场面。但现实又一次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刘邦虽然比项羽圆滑，但同样是个以貌取人、以资历看人的主。你韩信在楚军里就是个站岗的，没带过兵，没立过功，凭什么一上来就给你个大将？韩信的简历被丢到一边，被安排到了一个叫连敖的岗位上。连敖是楚地的一个底层官职，在汉军里大概相当于管理仓库或负责接待的底层小干事。跑了几千里路，跳槽到这深山老林里，不仅没升职加薪，反而被发配到了连战场都上不了的后勤部门。这简直比在淮阴当街溜子还让人憋屈。韩信坐在堆满粮草的仓库里，看着连绵阴雨，那颗被点燃了野心的心脏，在潮湿阴冷的空气里，仿佛被浇上了一盆冰水，彻底冷透了。更麻烦的是，韩信情商极低，根本不会来事儿。没过多久，他不仅没能在刘邦面前露脸，反而因为犯了军法要被砍头了。和韩信一起犯法的还有13个人。行刑那天，刽子手手起刀落，前面13个人像切西瓜一样全被砍了脑袋。轮到韩信了，他被按在地上，看着那把还滴着前面人鲜血的鬼头大刀高高举起，这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但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吓得尿裤子或哭着求饶。在那一瞬间，他骨子里那股天选之子的傲气和不甘彻底爆发了。他猛地抬起头，冲着坐在监斩台上的汉军高级将领腾公夏侯婴发出了一声极其突兀、极其狂妄的怒吼：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汉王难道不想夺取天下了吗？为什么要杀我这样的壮士？这一声怒吼在充满血腥味的刑场上显得极其扎耳。夏侯婴正无聊地监斩，突然听到一个快要掉脑袋的死囚敢在这时候大谈夺取天下，愣了一下。他定睛一看，只见那死囚虽然被按在地上，但身材高大，眼神锐利的像一把剑。那种临死不乱的气势，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犯法小吏能有的。夏侯婴是个奇人，最喜欢结交豪杰。他心里一动，喝退刽子手，把韩信带过来聊了几句。这一聊，夏侯婴大吃一惊。这小子不仅口出狂言，而且对天下大事的分析头头是道，句句切中要害。夏侯婴立刻免了韩信的死罪，并且把他推荐给了汉军的大管家丞相萧何。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智囊，大汉帝国的内政大脑。
他亲自面试了这位刚从断头台上救下来的奇人。两人聊了几次，萧何听着韩信对秦末局势的剖析，对项羽性格的精准解剖，对汉军未来出路的战略构想，惊呆了。他发现这哪里是个犯法的小吏，分明是个被埋在茅坑里的绝世兵器。他脑子里装的那些东西，随便拿出一点儿，都足以让汉军在战场上脱胎换骨，此乃国士无双也。萧何在心底暗暗给韩信下了定义，但是萧何是个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他知道刘邦的脾气，一个没有战功，甚至还有犯罪前科的降卒，突然推荐当大将军，刘邦不仅不会听，反而会觉得他疯了。所以萧何决定先给韩信一个跳板，向刘邦上奏，把韩信提拔为治粟都尉。这官名听着响亮，但实际上是高级仓库管理员，管后勤粮草。在萧何看来，这是对韩信的保护和考验，先让他在后勤部门熟悉汉军运作，等时机成熟了再正式推荐。但对于韩信来说，这简直是又一次降维打击。在项羽那当保安，好歹是中军帐的保安；在汉中当连媪，好歹是个接待员。现在好了，去管仓库了，每天跟那些发霉的陈粮和算不清楚的账本打交道。我是用来统帅100万大军横扫天下的，你们让我天天在这数豆子。韩信彻底绝望了，他觉得连萧何这个所谓的伯乐，也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会算账的后勤人员。这天下竟然没有一个人能看懂我。韩信在治粟都尉的岗位上干了没多久，汉军内部的危机爆发了。那时候汉中路很难走，到处都是毒蛇猛兽，跟着刘邦来的中原将士。谁愿意在这个鬼地方待一辈子？大王肯定是被项羽吓破胆了，这辈子出不去了。汉军出现了大规模的逃亡潮，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士兵将领趁着夜色偷偷翻越秦岭逃回老家。刘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根本拦不住。有一天晚上，韩信坐在那堆积如山的粮草仓库里，听着外面士兵逃跑的动静，看着手中那把一直没有出鞘的长剑。这破地方，这群鼠目寸光的短视之徒不待了，我也走。韩信脱下治粟都尉的官服，背起长剑，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趁着茫茫夜色逃跑了。消息很快传到了丞相府，萧何当时正在处理如山的公文，为阻止逃兵焦头烂额。手下慌慌张张跑来报告，报丞相，治粟都尉韩信也逃跑了。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平日里稳如泰山的丞相手里的毛笔啪一声掉在地上，他猛地站了起来，脸色惨白，连官帽都顾不上扶正。快备马，备最快的马。萧何甚至连跟刘邦打个报告，请个假的时间都没有。他知道韩信这一走，带走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大汉王朝夺取天下的唯一希望。如果韩信跑到其他诸侯那里，或回到项羽阵营，刘邦这辈子就真的只能在汉中喂猴子了。那个夜晚，月光如水，萧何一个不怎么会骑马，平时只坐牛车马车的文官，拼了老命骑上一匹快马，带着几个随从，顺着韩信逃跑的方向，在崎岖的蜀道上狂追不舍。这是一幅中国历史上极其浪漫也极其惊险的画面。
萧何月下追韩信，一个是满腹委屈、怀才不遇的傲慢天才在前面孤独地奔跑，一个是焦急万分，为了大局不顾自身安危的相国在后面拼命追赶，而在汉军大营里却炸开了锅。第二天一早，有人跑到刘邦面前报告了一个足以让他脑溢血的消息：大王，不好了，丞相萧何逃跑了。刘邦听到这句话，感觉像被雷劈了一样。如师左右手萧何可是他的大管家，定海神针，要是跑了，这10万汉军吃什么喝什么？这公司还怎么开下去？他气得破口大骂，摔杯子砸碗。过了2天，萧何风尘仆仆，满身泥土，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刘邦看到萧何，又气又喜，指着鼻子大骂：你为什么要逃跑？萧何擦了擦头上的汗，郑重地说：大王，臣没有逃跑，臣是去追逃跑的人了。你追谁了？韩信、刘邦听完差点气笑了，走上去狠狠踹了萧何一脚：你忽悠谁呢？咱们这儿跑了那么多将军，你不去追，你去追一个小小的治粟都尉，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萧何没有躲，极其认真地看着刘邦，说出了一段将彻底改变中国历史的话：大王，那些跑掉的将军就像烂大街的白菜，跑了就跑了，很容易就能再找到。但是韩信，那是国士无双，全天下再也找不出第2个能像他这样懂打仗的人了。大王，如果您只想在汉中这块穷乡僻壤当一辈子土皇帝，那您确实用不上韩信，让他走好了。但是如果您想东出函谷关去争夺天下，去和项羽拼个你死我活，萧何死死盯着刘邦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非此人不可，除了韩信，没人能帮您打下这个天下。刘邦看着萧何那认真的表情，知道他从不说大话。刘邦是个极其圆滑也极其现实的人，虽然心里还是有点不信，但面子必须给。行，既然你这么看重他，那我就封他个将军当当，总行了吧？不行。萧何果断拒绝：大王，您平时对人太傲慢了，动不动就骂娘。如果您只是把他当个普通将军，他还是会跑的。那你想让我怎么着？给他封大将军？不仅要封大将军，而且您不能像叫小弟一样随便把他叫过来，您必须斋戒沐浴，筑起高台，选一个吉日良辰，用最隆重的仪式，当着全军将士的面拜他为将。刘邦深吸了一口气，他是个流氓，但也是个有着顶级赌徒心态的政治流氓。他看着萧何，飞快地盘算，如果这个韩信真的是个宝，这笔投资就赚翻了；如果是假的，大不了以后再砍了他。刘邦咬着牙答应了。几天后，在汉中简陋却庄严的军营广场上搭起了一座高高的祭坛，全军将士，包括樊哙、周勃、灌婴那些跟着刘邦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宿将，全都披坚执锐，整整齐齐列队在祭坛下方。每个人都在交头接耳，兴奋地猜测大王今天搞这么大阵仗要拜谁。当大将军肯定是我砍的人头最多，说不定是我资历最老。所有的汉军将领都满怀期待，以为这颗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会砸在自己头上。吉时已到，汉王刘邦经过斋戒沐浴，
穿着极其隆重的礼服，亲自走到祭坛下方，双手捧着代表着全军最高指挥权的大将军印信。在一片死寂的等待中，一个身穿重甲的身影缓缓走出人群，向着祭坛走去。当全军将士看清那个人的脸时，整个广场爆发出一阵极其压抑也极其震惊的倒吸凉气声。那不是樊哙，不是周勃，那是韩信。那个在项羽大帐外站岗的保安，那个在汉中当接待员，甚至差点被砍头，前几天刚被提拔去管仓库的无名小卒，怎么会是他？大王疯了吗？把几十万大军的命交给一个没打过仗的毛头小子？我不服。将领们的眼神里充满了震惊、不解、嫉妒和愤怒，但在刘邦极其威严的目光扫视下，没有人敢出声反对。韩信在无数双复杂的目光注视下，一步一步稳稳地走上了那座高高的祭坛。他没有紧张，没有怯场。他接过刘邦手里的那方金印，转过身俯视着台下那些曾经看不起他，如今却必须听命于他的骄兵悍将。那一刻，那个在淮阴街头钻过屠夫裤裆的懦夫死了，那个在楚营外吹冷风的小保安死了，那个在粮仓里算账的落魄小吏死了。站在祭坛上的是大汉帝国的第一任大将军，是中国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兵仙。他终于等到了这个属于他的舞台。拜将仪式结束后，刘邦强压着心里的疑惑，把韩信叫到中军大帐，进行了一次极其私密的汉中对。这相当于公司新任 CEO 向董事长做入职述职报告。刘邦坐定后，直截了当地问：丞相多次向我推荐，说你是国士无双，现在大印给你了。将军，你有什么高见，能教教寡人怎么打败项羽吗？韩信微微一笑，没有直接抛出战术，而是像一个最顶级的战略分析师一样，开始对项羽进行灵魂解剖。他问刘邦：大王，您自己觉得在勇悍人强这些方面，您比得过项王吗？刘邦沉默了一会儿，很老实地回答：我不如也。韩信点了点头，接着说：不仅大王觉得不如，连我也觉得您不如他。但是大王不必害怕，我曾经在项王手下干过，我太了解他了。请允许我为大王剖析一下项羽的弱点。接着，韩信在刘邦面前展开了一幅足以将那位盖世霸王送入坟墓的弱点分析图。第一，匹夫之勇。项王一声怒吼，1000人都不敢动，但他不会任用有才能的将领，这不过是匹夫之勇罢了。第二，妇人之仁。项王待人恭敬慈爱，别人病了会流着眼泪把自己的饭分给别人吃，但当别人立了战功，该封赏爵位的时候，他却把印章在手里磨得棱角都圆了，也舍不得给人，这叫妇人之仁。第三，失尽民心。项王虽然称霸天下，但没有定都关中，回了彭城，分封诸侯，极其不公。他所过之处，烧杀抢掠，天下老百姓虽然表面怕他，但心里并不归附他。这3条字字珠玑，刀刀见血。刘邦听得眼睛都亮了，急切地问：那该怎么做？韩信抛出了终极战略：大王只要反其道而行之，任用天下英武之才，用夺取的城池分封给有功之臣，谁能不服？
以大王关中子弟想要回老家打仗的决心，去攻打那些背井离乡的诸侯军，谁能不溃败？更何况项王封在关中的那3个王，都是秦朝的降将，他们带着秦国子弟出去打仗，死了几十万人，自己却投降了，还当了王。秦国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大王当初入关中秋毫无犯，废除秦法，秦国百姓早就盼着您当王了。现在大王只要发兵向东，3秦之地只需一道檄文就能平定。这番话条分缕析，气势磅礴，从战略上的反其道而行之，到战术上的利用民心平定3秦，把天下大事像剥洋葱一样在刘邦面前剥得清清楚楚。刘邦听完大喜过望，一把抓住韩信的手，激动地感叹：我得到将军真是太晚了。这场汉中队绝对不亚于后来诸葛亮的隆中对，不仅让刘邦彻底确立了夺取天下的战略方向，更让韩信这个原本在底层挣扎的天才，正式拿到了那张通往神坛的入场券。此时，挡在汉军东出道路上的是那3个用来防备刘邦的守门员：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这3个人曾经是大秦帝国最后的军团统帅，尤其是章邯，那是带着骊山行徒硬生生给大秦续了命的猛人。但在兵仙韩信的眼里，他们不过是用来祭旗的极品猎物。公元前206年8月，汉军大营里战鼓雷动，那几万名被憋在汉中好几个月的关中子弟兵，听到打回老家去的命令，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士气爆棚。但怎么打出去是个极其棘手的问题。当年刘邦为了麻痹项羽，退入汉中时听从张良建议，把连接关中和汉中最重要的生命线100里栈道一把火烧了个干干净净。现在想出去，得先修路。韩信大手一挥，拨出几万人马，大张旗鼓开到栈道废墟上开始修路。叮叮当当的动静让对面的章邯听得清清楚楚。消息传到驻守在关中西部的雍王章邯耳朵里，这位大秦名将立刻把主力部队调到了栈道出口，严阵以待。他看着远处冒起的炊烟和叮当的修路声，哈哈大笑。刘邦这老匹夫想从栈道出来，那栈道被烧得那么彻底，在这崇山峻岭里，没个几年功夫根本修不好。就算修好了，我大军守住出口，他出来一个，我杀一个。章邯觉得自己稳如泰山，甚至在想，等刘邦修得差不多了，自己再派兵去搞点破坏，恶心死他。但他万万没想到，他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按套路出牌的怪物。这招叫明修栈道，它不仅仅是为了修路，更是一个巨大而华丽的心理障眼法。就在章邯把所有的注意力和主力部队都集中在栈道出口的时候，韩信却带着汉军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悄无声息地从另一个方向消失在了茫茫的秦岭深处。他走的是哪里？是一条极其隐蔽、艰险异常、年久失修的古道。这条路山高谷深，毒蛇猛兽出没，普通军队走这条路，非战斗减员都会极其严重。但在韩信近乎残酷的急行军命令下，汉军士兵们咬着牙披荆斩棘，硬生生在这片死亡之域里趟出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杀气。快，再快点！在章邯反应过来之前，
必须插到他的背后。几天后，在关中平原的西大门陈仓，驻守在这里的少量秦军降兵正百无聊赖地打着哈欠。他们觉得有章邯在前面顶着，汉军绝对不可能飞过来。突然，大地的震动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起初只是微弱的轰鸣，紧接着这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如同闷雷般从南边深山里滚滚而来。守军惊恐地望向山谷出口，看到了一幅这辈子也无法理解的画面。一支打着汉家大旗的大军，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带着满身的泥泞和无尽的杀气，突然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这支被压抑了太久的汉军，像出闸的猛虎扑向了陈仓。暗度陈仓这场中国军事史上最经典、最具魔幻色彩的闪击战，在这一刻完美收网了。陈仓守军根本没有任何防备，瞬间崩溃。汉军拿下陈仓，等于直接推开了关中平原的大门。更重要的是，他们出现在了章邯主力的背后。消息传到章邯耳朵里，这位大秦最后的名将惊出一身冷汗。他立刻明白自己中计了，仓促集结大军，急忙调转枪头赶往陈仓迎击韩信。这是大秦帝国最后一位名将与大汉第一战神的第一次碰撞，但这一次章邯输得极其彻底。不仅仅因为韩信的战术太神出鬼没，更因为章邯手底下的兵根本不想打。那些关中士兵本来就恨透了章邯，因为他带着20万关中子弟投降项羽，结果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当了王。现在听说那个当年约法三章、秋毫无犯的刘邦打回来了，这叫王者之师，顺天应人啊！两军刚一接触，秦军的士气瞬间土崩瓦解。章邯在陈仓大败，退守好人，再战又被击溃，最后只能带着残兵败将一路狂奔，退回老巢废丘，死死关上了城门。刘邦一看章邯成了缩头乌龟，也不急着打他，留下樊哙、周勃围困废丘，而韩信则带着汉军主力像一阵狂风席卷了整个关中。另外两个所谓秦朝降将塞王司马欣和翟王董翳，看着势如破竹的汉军和那些对刘邦夹道欢迎的关中百姓，连抵抗的心思都没有了，直接打开城门望风而降。短短几个月时间，在韩信的指挥下，汉军从汉中的深山老林里杀出，用一种近乎奇迹般的速度，兵不血刃地平定了所谓的三秦。整个关中平原，当年秦国扫平六国的终极根据地，天下最富庶的粮仓再次回到了刘邦手里。此时的项羽在哪里？他正在东边的齐国陷入苦战。因为分封不公，齐国的田荣起兵造反，项羽带着楚军主力去平叛，打得非常艰难，根本顾不上西边的关中。项羽的大后方，也就是他的都城彭城，极度空虚。刘邦站在函谷关城头上，看着东方，那颗暴发户的心再次不可遏制地膨胀了起来。项羽不在家，老巢空虚，那还等什么？传令全军出函谷关去抄项羽的后路。刘邦不仅带上了自己的主力，还一路收编了那些对项羽不满的诸侯军。等他打到彭城的时候，身后跟着的是一支号称56万的超级诸侯联军，浩浩荡荡，遮天蔽日。进了彭城，刘邦的老毛病犯了，天天搂着项羽的女人喝酒开派对，
结果呢，被项羽带着3万精锐骑兵像切豆腐一样杀得尸体填满了睢水。刘邦连亲爹和老婆都丢了，像条丧家犬一样逃回了荥阳。这一下，刘邦不仅把家底赔光了，连那些原本依附他的诸侯也纷纷翻脸，重新投靠了项羽。整个楚汉争霸的局势瞬间逆转，刘邦被项羽死死按在荥阳前线，每天都在挨揍。为了打破这种被动挨打的死局，刘邦做出了一个极其关键的战略部署，开辟第2战场。他把那个在汉中登坛败将，帮他暗度陈仓，拿下关中的大将军韩信派到北方。韩信啊，我先在这边顶住项羽，你带点人去把北边那些摇摆不定的诸侯国全给我收拾了。等你在北边壮大了，咱们在南北夹击项羽。韩信的北伐一开始还算顺利，他用奇计灭了魏国，活捉了魏王豹。但接下来，他遇到了北伐路上最硬的一块骨头赵国。当时的赵国国力强盛，拥有20万大军，主将叫陈馀，是个饱读诗书、自视甚高的名士。韩信必须穿过太行山的一道著名关隘井闳口，才能进入赵国腹地。井闳口是一条长达100里极其狭窄的山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这种地形简直就是兵家大忌。果然，陈馀带着20万大军早早堵在井闳口另一头，安营扎寨，等着韩信来送死。此时，赵国有一个叫李左车的谋士，给陈馀出了个绝妙的主意：将军，韩信劳师远征，粮草肯定跟不上。您给我3万人马，从小路绕到后面，切断他的粮道。您在正面深沟高垒，死守不出。不出10天，韩信的军队不战自溃。这计策太毒了。如果陈馀听了，韩信这位兵仙可能就在井闳口折戟沉沙。但是陈馀是个极其爱惜羽毛的正人君子，听完李左车的话，非常不屑地笑了。我陈馀熟读兵书，带的是堂堂正义之师，拥有20万大军，对付韩信那几万乌合之众，还需要用这种偷鸡摸狗的阴谋诡计吗？这要是传出去，天下人岂不笑话我陈馀胆小怕事？我就在这里等着他出来，堂堂正正的在平原上跟他决战。陈馀拒绝了李左车的建议，这个决定成了他这辈子最大的，也是最后一个错误。消息传到井闳口另一头的汉军大营，韩信听到探子汇报说陈馀不用李左车的计策，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天助我也！他立刻下令，大军毫无顾忌地走出了那条狭长的死亡甬道。但是走出井闳口之后，韩信接下来的排兵布阵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按照正常的兵法常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应该占据有利地形，右背山陵，前左水泽，这是孙子兵法里的铁律。可韩信偏不，他指挥着1万名汉军主力跨过了一条叫绵漫水的河流，然后下达了一个让所有将领都觉得他疯了的命令：背靠大河列阵。全军将领都惊呆了。背水列阵在兵法上校死地前面是20万如狼似虎的赵军，后面是滚滚波涛的河流，一旦开战，士兵们连后退半步的余地都没有，退一步就是淹死。这不是自杀是什么？赵军的将领们站在高高的城楼上，看着远处汉军这副极其滑稽的阵势，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陈馀更是得意洋洋地对身边的人说：大家都说韩信是个兵法天才，今天一看，这简直是个连兵书都没读懂的蠢材。背水结阵，自寻死路，全军准备。明天一早，去把这群不知死活的汉军全部赶到河里喂王吧。在所有人眼里，韩信已经是个死人了。但他们不知道，在那个看似愚蠢的背水阵背后，隐藏着韩信极其恐怖的心理学计算和一支决定胜负的幽灵骑兵。就在列阵的前一天半夜，韩信悄悄叫来了2000名最精锐的轻骑兵，他发给每个人一面大汉的红旗，命令道：你们带着这面红旗，趁着夜色从旁边小路绕过去，悄悄埋伏在赵军大营旁边的山上。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动，连马的嘴都要堵上。明天开战后，赵军一定会倾巢而出，追杀我们河边的主力。等他们大营空了，你们就立刻像旋风一样冲进去，把他们营地里的赵国旗帜全部拔掉，插上我们大汉的红旗，2000骑兵领命消失在夜幕中。第二天清晨，晨雾还没散去，战鼓雷动，韩信亲自带着几千人打着大将军的仪仗，大摇大摆向着赵军营垒逼近，发起了极其挑衅的进攻。陈馀一看，这还能忍？开营门，给我杀！赵军营门大开，20万大军像决堤的洪水倾巢而出，扑向韩信。韩信没有硬拼，他假装抵挡不住，丢盔弃甲，连代表大将军的旗帜和仪仗都扔在地上，带着士兵掉头就往河边的背水阵里跑。赵军一看，汉军主帅的旗帜都丢了，以为韩信真的败了，这可是天大的战功。为了抢功劳，赵军士兵彻底失去了理智，所有人争先恐后追击，完全不顾及阵型，连守卫大营的兵力都没有留下。赵军一路追到河边，这时候他们看到了那不可思议的一幕：韩信逃入背水阵后，拔出长剑，转身面对着如潮水般涌来的20万赵军，对着那1万名被逼到绝境的汉军新兵发出了震天动地的嘶吼：兄弟们，退后一步就是死，咱们没有退路了，只有杀光面前的敌人，咱们才能活下去。人在极度绝望的生死关头，会爆发出极其恐怖的兽性。这几万名原本还没怎么上过战场的汉军新兵，回头看了一眼那滚滚的河水，恐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为了生存而燃烧的纯粹狂暴。既然横竖都是死，那就拉个垫背的。汉军士兵们双眼血红，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战吼，完全放弃了防守，迎着20万赵军像一群疯子冲了上去，用长矛捅，用刀砍，兵器卷刃了就用牙齿咬，用石头砸。赵军完全被打懵了。他们原本以为这只是一群无路可逃的绵羊，只要冲过去就能把他们赶进河里，但他们没想到自己面对的是一群被逼到悬崖边上，不顾一切要和他们同归于尽的野兽。20万赵军竟然在河边被这1万多疯子死死挡住了。整整厮杀了半天，赵军不仅没能把汉军赶下河，反而死伤惨重，寸步难行。陈馀看着僵持不下的战局，觉得今天这仗有点邪门，决定暂缓攻击，下令全军撤回大营休息，明天再战。
赵军士兵们听到撤退命令，松了一口气，纷纷掉头往回走。但是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抬起头看向他们的大营时，所有人都像被雷劈了一样，瞬间僵在了原地。他们看到了什么？在原本应该飘扬着赵国旗帜的营地上空，此刻竟然插满了密密麻麻的迎风招展的汉军红旗。这是怎么回事？大本营被端了，汉军什么时候打到我们后面去了？咱们被包围了，那是神兵天降啊！极度的恐慌像瘟疫一样在20万赵军队伍里迅速蔓延。这招叫拔智易制。在冷兵器时代，旗帜就是军队的灵魂和方向。大营的旗帜变了，就意味着后方被端，意味着自己成了一支无家可归、腹背受敌的孤军。这种心理上的打击是毁灭性的，赵军的士气瞬间土崩瓦解。哪怕军官们再怎么弹压，也无法阻止士兵们发自内心的绝望和溃逃。20万大军变成了一群炸了窝的马蜂，四散奔逃，互相践踏。韩信抓住机会，下令河边的汉军全线反击。背水一战的疯子们，加上从赵营冲出来的2000骑兵，对溃散的赵军展开了无情的屠杀。那位自视甚高、不屑于用计的赵国主将陈馀在乱军之中被斩杀，赵国国君赵王歇也被生擒。强大的赵国在韩信这场堪称艺术品的战役面前灰飞烟灭。战斗结束后，汉军在赵军大营举办盛大庆功宴，将领们满脸不解地向韩信请教：大将军啊，兵法上明明说要右背山陵，前左水泽，可您今天偏偏反其道而行之，让咱们背靠大河列阵。大家本来都以为死定了，没想到竟然打赢了。这到底是什么神奇的兵法？韩信喝了一口酒，笑着摇了摇头，指了指那些还在兴奋中的汉军士兵说：这也是兵法里写的，只是你们没注意到罢了。兵法云：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各位将军，你们想一想，我韩信带的这几万士兵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不是训练有素的精兵，他们是刚从集市上招募来的老百姓。带着这样一群乌合之众去跟陈馀的20万大军硬碰硬，如果在平原上再有退路的地方打，他们一旦看到敌人势大，第一反应肯定不是拼命，而是逃跑。一跑，咱们就全完了。所以我必须把他们放在一个绝对没有退路的地方。只有让他们知道退后一步就是淹死，他们才会为了活命拼尽全力去跟敌人搏斗。一个人只有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潜能，才是最可怕的。将领们听完，全都倒吸一口冷气，纷纷下跪，心服口服。这就是韩信，他不是在用死板的阵型打仗，他是在用对人性的极致洞察来打仗。他不仅算透了敌将陈馀的骄傲轻敌，也算透了自己手下士兵在绝境中的求生本能。这场背水一战不仅让韩信一战封神，成为战国以来最璀璨的军事明星，更重要的是，他用极小的代价灭掉了北方的超级大国赵国。随后他又恩威并施，兵不血刃，降服了燕国。短短几个月时间，整个黄河以北的广阔平原全部落入了刘邦集团的口袋里。这位在项羽帐外站岗的保安，
在淮阴街头钻裤裆的混混，终于用他那神鬼莫测的兵法，在楚汉争霸这盘巨大的棋局上，重重落下了一颗足以改变天下归属的棋子。接下来，韩信把目光投向东方的最后一块肥肉齐国，而在那里，他将展现出他性格中极其贪婪、极其幼稚的另一面，用一场极其不讲武德的突袭，坑死了大汉的首席外交官郦时齐。自从井抗之战背水破赵，兵不血刃降服燕国之后，韩信在北方的地盘上混得风生水起，声望如日中天。但是在南边，他那个在汉中给他筑坛拜将的老板刘邦，正被项羽按在荥阳和成皋的泥地里揍得鼻青脸肿。公元前204年，刘邦又一次在成皋被项羽打得大败，连营地都丢了，只能带着夏侯婴2个人骑着快马，像丧家犬一样逃出包围圈，一路往北狂奔，渡过黄河，跑到一个叫修武的驿站休息。第二天一大早，天还没亮，刘邦和夏侯婴没有打着汉王的旗号，而是伪装成汉王使者，骑着马急匆匆赶到赵国一个小城修武。此时的韩信和他的副将张耳正带着那支百战百胜的汉军主力驻扎在这里。刘邦到了军营门口，守门士兵一看是汉王派来的使者，加上天色昏暗，也没敢多问，直接放他们进去了。刘邦凭着直觉和对军营的熟悉，径直走向那座最高大的中军主帅大帐。他掀开门帘走了进去，帐篷里很安静。那位刚刚灭了赵国，在北方呼风唤雨的大将军韩信正躺在床上睡得正香，他的副将张耳也睡在旁边。如果换作一般的老板，哪怕打了败仗来求援，看到手底下最能干的大区经理在睡觉，顶多也就是在外面等一会儿，或者叫醒他。但刘邦是谁？他是从沛县泗水亭混出来的老流氓，他太懂什么叫防患于未然了。他没有叫醒韩信，像一个幽灵一样悄悄走到韩信床边，目光越过熟睡的韩信，死死盯住了放在枕头旁边的那个极其要命的东西大将军的印信和调兵的虎符。那是全军最高指挥权的象征，没有他，韩信就是个光杆司令。刘邦伸出手，动作极其熟练，极其迅速地把那方代表着10几万大军生死的金印和兵符一把抓在手里，塞进怀中。做完这一切，刘邦转身走出大帐，立刻拿着兵符下达一连串极其强硬的命令，传汉王令剥夺韩信、张耳的兵权。所有将领立刻到中军大帐集合，所有精锐部队立刻集结，随我南下抗击项羽。几分钟后，外面的嘈杂声和战马嘶鸣声终于把睡梦中的韩信和张耳吵醒了。韩信揉着眼睛迷迷糊糊坐起来，习惯性地伸手去摸枕头旁边的印信，空的。韩信的脑子嗡一声，瞬间清醒了。他猛地转头，看到大门帘被掀开，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汉王刘邦正满脸疲惫，但眼神极其锐利地看着他。韩信和张耳吓得连滚带爬，翻下床跪在地上，浑身冷汗直冒。这就是刘邦的手段。他在自己最狼狈最虚弱的时候，依然能够用这种极其流氓也极其有效的空降夺权，把手里最有实力的大将像捏小鸡一样捏在手心里。这不仅是夺兵权，更是一种极其恐怖的心理震慑。刘邦这是在告诉韩信，
你虽然灭了赵国，手里有10几万大军，但只要我刘邦还有一口气，你晚上睡觉连自己的公章都保不住。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我随时都能收回来。”韩信跪在地上，看着刘邦手里那方原本属于自己的大将军印，不敢有丝毫反抗。他知道，如果自己刚才有半点异动，或者刘邦带了刀，自己可能已经在梦里人头落地了。刘邦拿走了韩信在赵国组建的这支百战精锐，全部拉到南边正面战场去跟项羽死磕。至于韩信，刘邦大手一挥：“你继续当你的大将军，不过兵没了，你自己去赵国各地重新招募那些没打过仗的新兵蛋子，组建一支新军，然后去给我打东边的齐国。”这简直就是欺负人，把人家辛辛苦苦练出来的精锐全带走，留下一堆老弱病残，还让人家去啃最硬的骨头。但韩信只能咬着牙答应了。韩信没有让刘邦失望，他靠着自己那恐怖的练兵能力，硬是用一群新兵在渭水发动突袭，用水攻全歼了楚将龙且的20万援军，最终彻底平定了东方最强大的齐国。此时的韩信手握重兵，占据了齐、赵、燕3片最富庶、最广阔的土地，而刘邦在荥阳前线再次被项羽打得抱头鼠窜，连粮道都快断了。刘邦日日夜夜盼着韩信能带兵南下救他一命，结果等来的却是韩信派来的使者和一封信，这也就是那个让刘邦气得差点脑溢血的假齐王事件。韩信在信里说，齐国这地方的人太狡猾，容易反复无常，南边又挨着楚国，如果不在当地设一个代理齐王来镇住场子，局势很难稳定。我希望大王能封我为假齐王，以方便行事。在很多史学家眼里，这是韩信居功自傲、趁火打劫的铁证。但如果站在韩信的角度去剖析他此时的心理，你会发现他要的可能真的不仅仅是权力，而是一种极其渴望被认可的名分和尊严。韩信是个什么出身？钻过屠夫裤裆的底层混混。他这辈子最大的心病就是别人看不起他。现在他凭一己之力打下了半个中国，难道连个代理国王的称号都不配有吗？当年武臣打下赵国都能自立为王，我韩信凭本事打下齐国，赵老板要个假王的头衔，过分吗？他觉得不过分，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奖励。但在刘邦看来，这是一个手里握着枪杆子的大区经理，在总公司快要破产的时候，卡着总公司的脖子，要求把分公司据为己有的政治要挟。刘邦当时暴怒，幸好张良在桌子底下狠狠踩了他一脚，在他耳边提醒，大王现在不答应，他要是造反就完了，不如顺水推舟，封他个真王，让他守好齐国。刘邦瞬间影帝附体，立刻改口，不仅答应了，还派张良带着金印正式册封韩信为齐王。韩信拿到王印，心里乐开了花，他觉得自己凭本事得到了老板的尊重，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在这个世界上立足了。但他不知道，在刘邦那本名为政治账本的死亡笔记上，韩信的名字已经被画上了一个巨大的红叉。那个曾经在汉中登坛拜将时建立的君臣互信，在这一刻被这方齐王的金印彻底砸得粉碎。韩信当了齐王，楚汉争霸的局势发生了一次极其诡异的倾斜。
项羽在南边打刘邦，虽然占优，但也打得精疲力尽。刘邦在中间死撑，随时可能崩溃。而韩信拥兵数十万，占据着齐鲁大地，成为了一支独立于楚汉之外绝对的第三势力。这个时候，一个叫伍射的人代表项羽来游说韩信：齐王啊，刘邦是个无赖，他连亲爹都能扔，你现在帮他打败了项羽，等项羽一死，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不如你和我大楚结盟，咱们一起平分天下。韩信听了摇了摇头，他非常真诚，甚至有些天真地说：我在项王手下当差时，只是个站岗的执戟郎中，是汉王给了我大将军的印信，把几十万大军交给我指挥，对我言听计从，我怎么能背叛他呢？伍射见劝不动，只能叹息而去。但这番话却被韩信身边一个极其聪明也极其毒舌的谋士蒯通听得一清二楚。蒯通太了解韩信了，也太了解刘邦了。他知道韩信所谓的忠诚在政治的绞肉机面前脆弱的就像一张废纸。蒯通找了个机会，屏退左右，开始用他那3寸不烂之舌给韩信描绘一幅足以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超级蓝图。将军啊，我懂点看相算命的本事。韩信有点好奇，你看我面相如何？看您的面相不过是个封侯的命，而且还会遇到危险。蒯通顿了顿，话锋一转，但看您的背影，那可是贵不可言。韩信心中一惊，先生，这是什么意思？蒯通索性把话挑明了，将军，现在楚汉相争，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天下的命运其实早就已经不在刘邦和项羽手里了，在您的手里。您今天如果帮汉王，汉王就能赢；如果您帮楚王，楚王就能赢。但是无论谁赢了，您作为手握重兵、功高震主的齐王都不会有好下场，因为您的功劳太大了。震主之威，不赏之功，您的功劳已经大到汉王没法封赏您的地步了，难道他还能把皇位让给您吗？所以您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谁也不帮，拥兵自立，在齐国称王，让楚汉齐3分天下，鼎足而立。这番话简直就是战国时期纵横家连横合纵的终极升级版。蒯通把最冰冷最残酷的政治现实赤裸裸摆在了韩信面前。他告诉韩信，你以为你的忠诚能换来保命，其实你的功劳早就成了你的催命符。在权力的游戏里，没有朋友，只有利益；没有感恩，只有杀戮。如果你不选择当老板，你就只能被人当狗一样宰掉。韩信看着北方的齐鲁大地，看着手里那方沉甸甸的齐王金印，脑子里闪过当年在淮阴街头钻屠夫裤裆的屈辱，闪过在项羽帐外吹冷风的憋屈，也闪过了刘邦在修武驿站从他枕头边拿走兵符时的冰冷眼神。他只要点一点头，中国历史的版图就会在这一刻被硬生生撕成3块。但是这位在战场上算无一策的兵仙，竟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和犹豫。他想起在汉中的那个高高的祭坛，想起刘邦亲手把大将印信交给他时的信任，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当成一个人，一个天才来尊重。那种知遇之恩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死死缚住了他那颗膨胀的心。汉王待我不薄。韩信终于开口了，
声音有些沙哑，但语气异常坚定。我当年在汉中连个官都当不上，是汉王解衣推食，对我言听计从。如果为了贪图一时的富贵就背叛自己的主公，那我和那些唯利是图的小人又有什么区别？我不忍心背叛他。蒯通听完这句话，他知道这个男人死定了。他在心里长叹一声：将军，您的仁慈用错了地方。您在军事上是个神，在政治上简直幼稚得像个孩子。为了保命，蒯通从此装疯卖傻，逃离了韩信的阵营。而韩信拒绝了这辈子唯一一次能让他活命，并且能让他名垂千古的机会，他选择了忠诚。垓下之战，四面楚歌，对于项羽来说是英雄末路的绝唱，但对于韩信来说，这是他军事生涯中最完美、最华丽，也最让人感到窒息的终极一击。他用30万大军摆下的十面埋伏，就像一台冷血的绞肉机，一层一层地把那位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连同他最后的10万江东子弟，硬生生磨成了肉泥。当项羽在乌江边自刎的消息传遍天下时，整个楚汉争霸的棋盘上只剩下2只手，一只是坐在长安未央宫龙椅上，刚刚戴上皇冠的汉太祖高皇帝刘邦，另一只是手握天下最精锐重兵，立下盖世奇功，被封为齐王的大将军韩信。俗话说，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当天下这只最大的兔子死了之后，那把为了射死兔子而打造的最锋利的良弓，它的下场可想而知。其实刘邦对韩信的猜忌早就不是1天2天了。在垓下之战刚打完，项羽尸骨还没凉透的时候，刘邦干的第一件事不是祭奠阵亡将士，也不是回京城，庆祝他干了一件极其老流氓，也极其似曾相识的事：驰入齐王壁，夺其军。刘邦带着几个亲信，突然骑着快马，像当年在修武驿站一样，直接冲进了韩信在定陶的军营。那时候韩信还在指挥打扫战场，刘邦一来二话不说，直接以汉王名义把韩信手底下的兵权全给收了。这动作太快，太不讲武德了。韩信眼睁睁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带出来的骄兵悍将就这么被刘邦轻描淡写地调走，心里虽然憋屈，但没敢发作，因为天下已定。这时候造反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他也不忍心背叛刘邦。刘邦也知道自己做的有点绝，为了安抚韩信，也为了把他从齐国这块兵家必争的肥肉上支走，玩了一手明升暗降的补偿，把韩信从齐王改封为楚王。楚地是韩信的老家，衣锦还乡在古人看来是莫大的荣耀。刘邦的意思很明白，你仗打完了，也该回老家去炫耀炫耀了，带着你的王冠去享清福吧。至于这天下的兵马，就交给我来管吧。韩信只能捏着鼻子，带着楚王的印信，回到了他曾经钻过别人裤裆的淮阴。在那里，他找到了当年给他饭吃的票母，赏了他1000金，也找到了当年让他受胯下之辱的屠夫。不仅没杀他，还给他封了个小官。韩信以为他衣锦还乡了，仇报了，恩报了，可以安安稳稳在楚地当他的楚王了。但他太天真了。在封建皇权的逻辑里，一个功高震主、手握重兵、随时可能造反的异姓王，
就算他天天在家里绣花，皇帝也是睡不着觉的。韩信到了楚国没多久，就有人去向刘邦告密，楚王韩信谋反。其实韩信当时并没有真想造反，他只是在楚地巡视的时候，因为当年当保安落下的职业病，习惯性地带着大批全副武装的军队摆排场。但这在刘邦和那些猜忌他的大臣眼里，就是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铁证。刘邦得到密报，急了，立刻召集手底下的将领问：怎么办？那些当年跟着刘邦打天下的老粗一听韩信要反，气得嗷嗷叫，这还能忍？发兵去把那小子抓回来剁了。刘邦看着这帮有勇无谋的莽汉，心里直摇头。你们懂个屁呀！韩信用兵如神，楚国精锐又多，你们带兵去打他是送死。这时候，刘邦最信任的谋臣之一，中国历史上最擅长搞阴谋诡计的陈平站了出来。陈平的计策简直就是杀人诛心的教科书。他对刘邦说：陛下，韩信的兵比咱们精，将比咱们强，直接打必败无疑。古时候天子有巡狩天下的规矩，南方的云梦泽风景不错，陛下不如假装去云梦泽打猎巡游，然后下诏让天下诸侯到楚地的陈县来朝见您。陈县离韩信的国都很近，韩信作为楚王，听到天子来巡游，肯定会毫无防备，跑到郊外来迎接您。等他一到面前，咱们随便派个武士就能把他绑了。这根本不需要动用大军啊，这招叫伪游云梦。刘邦听完一拍大腿，好计。于是刘邦浩浩荡荡带着仪仗队，以极其放松的姿态南下巡游云梦泽，并下诏让韩信到陈县来见面。韩信接到诏书，心里有点慌，他知道有人在告自己谋反，想造反又觉得自己没犯什么大错，想朝见又怕刘邦趁机抓他。就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有人给他出了个极其脑残的主意，把逃到楚国避难的项羽旧将钟离昧杀了，拿着人头去见刘邦。刘邦肯定高兴。韩信竟然真的信了，他逼死了钟离昧，提着人头满怀希望跑去陈县朝见刘邦。结果当韩信毫无防备走到刘邦车驾前时，等待他的不是刘邦的笑脸和夸奖，而是两边突然冲出来的如狼似虎的武士拿下。刘邦一声冷喝，武士们一拥而上，把这位大汉的开国元勋、不可一世的齐王楚王像捆猪一样五花大绑，按在了地上。韩信被死死绑在囚车上，看着那个坐在龙辇里面无表情的刘邦，看着周围那些曾经对他毕恭毕敬，现在却冷眼旁观的汉军将领，他想起了当年在汉中登坛拜将时的风光，想起了蒯通在齐国劝他三分天下时的忠告。在那一刻，所有的不甘、委屈和悔恨像一座活火山在韩信心里爆发了。他仰天长叹，发出了那声响彻2000年历史长空的最为凄凉和绝望的悲鸣，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故当烹。这番话字字泣血。刘邦坐在车里，听着韩信的怒吼，没有反驳，只是冷冷地对左右说：有人告你谋反，这是国法。说完下令把韩信
押上囚车，浩浩荡荡押回京城。回到京城，刘邦经过一番审理，发现韩信确实没有实质性的谋反证据，加上他当年确实立下了不可磨灭的盖世奇功，终究还是留了他一条命。刘邦下达了一道诏书，再次对韩信进行降级处理，剥夺韩信楚王之位，贬为淮阴侯，软禁在京城，没有皇帝旨意，不许离开。从齐王到楚王，再到淮阴侯，连降3级，兵权没了，地盘没了，自由没了。那个曾经率领100万大军连战必胜、攻无不取的大将军，那个在战场上被奉若神明，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兵仙，现在被彻底拔掉了牙齿和利爪，变成了一只被关在长安城金丝笼里的郁郁寡欢的金丝雀。这对于韩信来说，简直比死还要难受。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度羞辱，这种羞辱不仅来自刘邦的猜忌，更来自他现在的处境。在长安城朝堂上，他每天要跟周勃、灌婴、樊哙这些当年在他手底下当差，连给他提鞋都不配的粗鄙将领站在一起同朝为官。在韩信眼里，这些人算什么东西？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排兵布阵吗？他们懂得什么是背水一战的精妙吗？可是现在这些粗人都封了侯，手里握着实权，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而他这个真正打下了天下的人，却只能像个罪人一样被他们同情，甚至被他们嘲笑。有一天，韩信去拜访樊哙，樊哙对他极其恭敬，亲自跪拜迎接，口称大王。韩信出门后却仰天长啸，苦笑着说了一句：生乃与哙等为伍，我韩信这辈子竟然沦落到要和樊哙这种人混在一起了吗？这句话不仅是他对自己曾经辉煌的悼念，更是他对这个不再需要他的时代的深深绝望。从此以后，韩信经常称病不上朝，把自己关在那座豪华却冰冷的府邸里，整日郁郁寡欢，闭门谢客。看着长安城上空的飞鸟和未央宫那高高耸立的宫墙，他知道这天下早已经不是他可以纵马驰骋的战场了。韩信在长安城里当金丝雀的日子熬到了公元前197年。这一年，曾经被韩信认为粗人的将领，被封为阳夏侯的陈亢在代地起兵造反，刘邦只能再次披挂上阵，御驾亲征，带着大军去平叛。长安城里留下了太子刘盈监国，但真正把持着大汉帝国心脏的是2位极其可怕且配合默契的留守大臣，一位是手段狠辣、政治嗅觉极度灵敏的皇后吕雉，另一位是稳定后方、深谙大汉根基的丞相萧何。就在刘邦不在长安的这个空档期，一场针对韩信的蓄谋已久的甚至真假难辨的致命绞杀悄然拉开了大幕。关于韩信到底有没有造反，2000年来历史学家吵得不可开交。史记里说，韩信和陈轸私下有勾结，准备趁刘邦在外平叛，自己在长安做内应，夜里假传圣旨，赦免罪犯去袭击吕后和太子。但这个造反计划不仅极其草率，而且漏洞百出。韩信如果真想造反，当年在齐国手握30万重兵，蒯通劝他3分天下的时候，他都不反。现在成了一个没有兵权的淮阴侯，
在守备森严的长安城里，靠几个家丁和罪犯去造反，这简直是在侮辱兵仙的智商。但不管韩信有没有反心，在吕后眼里，他必须死。吕后太清楚了，刘邦老了，身体越来越差，一旦刘邦驾崩，他那个软弱的儿子刘盈登基，放眼整个大汉朝堂，谁能镇得住韩信这头猛兽？功高震主，才华绝代，心怀愿望，这3个标签贴在韩信身上，他就是大汉帝国最危险的一颗定时炸弹。所以当有人跑来向吕后告密，说韩信要谋反时，吕后根本不在乎证据的真假，她要的只是一个杀人的借口。吕后想杀韩信，但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把韩信骗出来？韩信虽然政治情商低，但防范心理很强，经常称病，连朝会都不去，天天躲在戒备森严的侯府里。如果派兵去抓，一旦韩信拼死抵抗，在长安城里闹出大动静，影响太坏。吕后皱着眉头，把目光投向了丞相萧何。萧何听完吕后的诉求，沉默了很久。他的心里一定是经历过极其痛苦的天人交战的。当年是他顶着月光，在崎岖的蜀道上，把那个怀才不遇的年轻人追了回来。当年是他力排众议，向刘邦打包票说这个人是国士无双，极力推荐他登坛拜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韩信能有今天的辉煌，是萧何一手拉扯起来的。但现在时代变了，天下已经不需要战神了，天下需要的是稳定，是大汉刘氏江山的万世一系。萧何是个政治家，他必须站在大汉帝国的立场上。他知道，如果他不帮吕后除掉韩信，他自己也会被吕后怀疑，甚至连累整个家族。在政治的祭坛上，所有的恩情和友谊都是可以被献祭的牺牲品。萧何深吸了一口气，压下了心中的愧疚，向吕后献上了一条极其完美也极其残忍的毒计。第二天，萧何亲自登门来到淮阴侯府。韩信看到萧何来了，非常高兴，也很感动。在这个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的长安城里，只有这位当年的伯乐还愿意来看看他。萧何拉着韩信的手，满脸笑容，语气中带着一丝责备和关切。哎呀，淮阴侯啊，大喜事啊！陛下在前线打了大胜仗，陈人已经被平定了。现在满朝文武，连那些生病的列侯都纷纷进宫向吕后和太子道贺呢。你虽然身体抱恙，但这可是普天同庆的大事。如果你不去，太后会怎么想？别人会怎么想？你就是勉强撑着病体，也得去宫里露个面，道个贺啊！这可是表忠心的好机会。这番话说的滴水不漏，处处都是在为韩信着想。韩信信了，他是个高傲的人，但他不傻，知道现在处境艰难，能去宫里表个态也是好的。更重要的是，他对萧何有着一种极其盲目的信任，丞相是对我最好的人。当年他拼死追我回来，他怎么可能害我？韩信点点头，既然丞相这么说，我就跟您走一趟。成也萧何，这是韩信辉煌的起点；败也萧何，这是他走向深渊的最后一步。韩信甚至没有带太多护卫，就坐着马车跟着萧何走进了那座高大阴森的长乐宫。
当他踏入宫门的那一刻，他不知道他已经踏入了一个死局。他跟着太监往后宫走去，准备拜见吕后。突然，两旁埋伏好的武士像虎狼一样冲了出来，拿下韩信根本来不及反抗，就被死死按在地上，五花大绑。他震惊地抬起头，看着四周那些面目狰狞的武士，想要寻找萧何的身影，但那个带他进宫的老丞相早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一刻，韩信明白了所有的真相。韩信被带到了长乐宫的一间偏僻的中室，在那里，他见到了那个冷酷无情的大汉皇后吕雉。吕后居高临下看着这个曾经让项羽都胆寒的战神，眼神里没有一丝怜悯，只有斩草除根的快意。在民间传说中，刘邦当年为了安抚韩信，曾经赐给他极其特殊的免死特权，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不杀。虽然正史未详载，但极其符合当时的政治逻辑和戏剧张力。吕后是个极其聪明且狠毒的女人，既然皇帝有诺言在先，她就绝不违背皇帝的诺言。但她依然要韩信死。来人，一群宫女和太监冲了进来，他们用一个巨大的布袋从头到脚把韩信死死罩在里面，然后用绳子将布袋高高吊在中室的房梁上。布袋里的韩信看不到天，也接触不到地。紧接着，没有用锋利的刀剑工人们拿着被削尖的竹签，像雨点一样疯狂残忍地刺向那个吊在半空中剧烈挣扎的布袋。布袋里传来了韩信绝望而凄厉的惨叫，但很快就被布袋的厚重掩盖，变成了极其微弱的闷哼。鲜血顺着布袋的缝隙渗出来，一滴一滴地滴在长乐宫冰冷的地砖上。这位指挥过千军万马，用背水一战震惊天下的绝世兵仙，这位曾经在齐国拥兵30万，有机会三分天下，却选择了忠诚的楚王，最终以一种极其憋屈、极其残忍，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的方式，死在了一群妇人和太监的竹签之下。他死得如此无声无息，如此不体面。杀了韩信之后，吕后的屠刀并没有停下，他以雷霆手段下令，将韩信的3族全部夷灭，那些在淮阴老家或在长安城里无辜的韩家亲属，全部被送上了断头台。一代兵仙不仅身死名裂，连一丝血脉都没有留在这个世界上。没过多久，刘邦平定了陈宫的叛乱，从前线班师回朝，回到长安，吕后就把诛杀韩信的报告呈到了他面前。陛下，韩信谋反，臣妾已经将其就地正法，夷灭3族了。刘邦听完，坐在龙椅上愣了很久。史书上用了5个极其精准也极其传神的字来形容他此刻的反应，且喜且怜之，又高兴又有点可怜他。他为什么喜？因为他心里悬着的那块最大的石头，那个让他日夜寝食难安，随时可能颠覆大汉江山的韩大将军终于死了，而且死得干干净净，没有引起任何兵变，连恶名都由老婆吕后背了。他刘邦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睡个好觉了。这大汉天下终于彻彻底底只属于刘姓一家了。他又为什么怜？刘邦毕竟是个从底层打拼出来的人，他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石头。他想起了当年在汉中那个在月光下被萧何追回来的落魄青年，想起了登坛拜将时韩信那句气吞山河的汉中对，
想起了井空口那面迎风飘扬的红旗，想起了垓下那首四面楚歌的绝响。没有韩信，就没有他刘邦的今天，就没有这大汉的400年江山，那个曾经帮他打下半个天下的绝世奇才，那个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候没有背叛自己的大功臣，如今却落得个被竹签戳死、满门抄斩的悲惨下场。刘邦的心里终究还是闪过了一丝极其隐秘的愧疚和惋惜。但是这丝怜悯在黄权的冰冷计算面前只停留了不到1秒钟。他抬起头，掩饰住眼神中那一抹转瞬即逝的感伤，平静地问吕后：“韩信死前说了什么吗？”吕后回答：“他说他很后悔当年没有听蒯通的话，竟然死在了一个妇人的手里。”刘邦听完，眼中寒光一闪。蒯通传旨，立刻派人去齐国，把那个叫蒯通的给我抓回来，直接扔进大锅里煮了。这就是刘邦他的怜悯是给死人的，而他的刀子永远对准着那些可能威胁到他江山的活人。韩信死了，关于兵仙的故事到这里也就全部画上句号了。在韩信跌宕起伏，最终惨死在妇人手里的悲剧中，我们回过头去看他当楚王那段短暂的高光时刻，会发现一个极其强烈的反差。那时候他刚刚衣锦还乡，回到那个让他受尽屈辱的淮阴城。他派人找到了当年在河边洗衣服，用自己口粮把他从饿死边缘拉回来的那位大娘，兑现了当年那个饿肚子青年的狂言，赏赐了漂母整整1000斤黄金。他又派人把当年在闹市街头逼着他从裤裆底下爬过去的年轻屠夫找了来。那个屠夫吓得魂飞魄散，跪在韩信面前，以为自己马上就要被满门抄斩，五马分尸。但是韩信不仅没有杀他，反而当着所有人的面封这个屠夫当了一个管理治安的军官。韩信看着那个瑟瑟发抖的无赖，平静地说：“这是一位壮士啊，当年他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拔剑杀了他吗？杀了他易如反掌，但如果杀了他，不仅自己要偿命，我也不会后来奋发图强的今天了。我忍下了那口恶气，才有了现在的我。”这番话听起来是何等的心胸宽广，何等的恩怨分明。他对自己微末时的恩人倾尽所有去报答，对曾经羞辱过自己的仇人也能以德报怨，一笑泯恩仇。在处理这些江湖恩怨时，韩信表现得像个完美的侠客，一个真正的君子。但是韩信的悲剧恰恰就隐藏在他这种看似完美的君子人格里。他是一个极其纯粹的军事天才，在战场上，他能把人心算计到骨子里，能用背水一战激发士兵的兽性，能用十面埋伏绞杀项羽的霸王之气。可是，一离开战场，进入到那个名叫朝堂、名叫政治的泥潭里，这位战神简直幼稚得像个3岁小孩。他最大的错误就是错位。他一直以为自己和刘邦是合伙人的关系，觉得天下是你刘邦带头打的。但我韩信也出了大功，齐国、赵国、燕国都是我打下来的。我拿个齐王、楚王的头衔，当个分公司的董事长，咱们兄弟平起平坐，这很合理吧？更致命的是，他还死守着那份对刘邦的知遇之恩。当蒯通把刀递到他手里，让他3分天下拥兵自保的时候，他竟然觉得汉王对我那么好，我怎么能背叛他？但他完全没搞懂。
在刘邦的眼里，这天下根本没有什么合伙人，全天下所有的诸侯，所有的功臣，在皇权的逻辑里都只是打工人。当楚汉争霸这个超级大项目还在进行的时候，你韩信是手上不可或缺的技术总监，老板当然要哄着你，给你股份，给你期权，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脱给你穿。但是当这个项目宣告结束，当大汉帝国成功上市之后，你这个手里掌握着公司核心机密，随时能拉走一大批老员工，另起炉灶的最强打工人，就成了老板眼里最大的威胁。在资本和权力的游戏里，最能干的那个员工，如果在项目结束后还认不清自己的位置，往往是第一个被裁掉，甚至被物理消灭。韩信不懂这个道理，他既没有像张良那样功成身退，去山里修仙保命，也没有像彭越、英布那样从一开始就明明白白搞军阀割据。他就在那种既想要名分又不想造反，既觉得委屈又放不下忠诚的极度纠结中，被刘邦和吕后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步步削去兵权，贬为侯爵，最后撞进了一个见不到天日的布袋里，活活被竹签戳死。他用自己的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那句最残酷也最清醒的职场遗言：狡兔死，良狗烹。好了，各位，夜已经深了，长乐宫钟室里的血迹早已干涸，未央宫的钟声也已在2000年的岁月里沉寂。那场关于背叛与愚忠，关于天才与强权的争论，都化作了史书上泛黄的纸页，和着深夜里吹过窗棂的冷风。我们听韩信的故事，不是为了去惋惜一个古人的生死，只是希望我们在自己的人生和职场里能够多一份清醒。你可以有绝世的才华，可以有仗剑走天涯的傲骨，但请记住，永远不要把所有的底牌都压在别人对你的知遇之恩上。在这个世界上，最可靠的永远是你看清局势后给自己留下的那条退路。今夜，愿你的才华不被辜负，更愿你的善良和忠诚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卸下白天的疲惫，安心睡个好觉吧。晚安，听故事的你。